告诉你啊，我不是你公司的员工，所以不要在这跟我装。我也告诉你啊，我数到3，你要是不滚蛋的话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数啊。 1、3。怎么着？哥们挂彩了，怎么了？和人打架了？赶紧江湖救急。和谁啊？跟何少勇，我现在在医院呢，赶紧过来吧。行，我马上来。哪家医院？好，好，好，先挂了。喂，舒明。李达，睡了吗？什么？牛德林他疯了吧？在哪个医院啊？很多年了，没有人敢跟我动手。你挺有种啊！今天晚上你没残疾，算你命大。哼，什么意思啊？出了医院再来一架？你不配。何少勇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讨厌啊？你不把那种优越感放在脸上，是不是怕别人瞧不起你？你也就打架的时候像个爷们儿。别拍我马屁啊！拍我马屁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谁放过谁还不知道呢啊！话又说回来，哎，你这种养尊处优的主儿，身手挺好啊。你也还不错啊。刚才那个右勾拳很刁钻，如果不是被你这拳占了先机啊，今天晚上你就在重症病房了。行，我发现你这人也没那么讨厌啊。我说你是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呢？你看，又来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啊？哎，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不得意呀？啊，做生意生意赔，追女人被女人甩，现在好不容易有点钱了吧，非要把优越感摆在脸上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这叫小人得志。哎呀，被我说中了。当年真是个穷小子，被女人给甩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啊？你看是这样啊，不打不相识，要不然给你出个主意啊。你看啊，你现在呢也算个成功人士，钱呢也不少，把他追回来啊应该很容易。你这样，你把他追到手以后啊，再把他抛弃了，让他也尝尝被抛弃的滋味啊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没病，你没病来医院。少勇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疼不疼？没事儿。给我看看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舒明给我打电话说你跟牛德林打架住院了，我就立马赶过来了。伤得这么严重，我给阿姨打个电话。哎，别给我妈说啊。也是，不跟她说了，免得阿姨担心。牛德林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打架。这事我肯定跟你没完。少勇，咱要不要叫律师？不用了，帮我换个房间。不想跟这种人待在一个房间。
我这就去。刘德林，邵勇不跟你计较是你的福气，做人要感恩。邵勇，那个牛德林把你弄成这样，你都不跟他计较，你也太偏激了。他不是你朋友吗？我还能怎么办？告他。以后对你不好的人啊，都是跟我过不去。包括苏小丫。我才不管他是谁呢。丽娜，我觉得你这样挺没意思的。我怎么了？让我觉得挺可怕的。邵勇，我对你的心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想睡一会儿。哎，我说你也好意思啊，空手就来了。多晚了，上哪里买衣服？哎呀，行了，别看了，哎，别看了，没伤着骨头吧？就这儿受了点伤。那小子比我惨多了，让我一拳就搂倒在地上了，那血吐的。跟我你就别吹了，咱谁不知道谁呀？怎么就？你别老在外边装吃生肉的，你骨子里就是一奶油冰激凌，你打得过人家吗？打架总得有个原因吧？没原因，那是因为什么人？不因为谁，是为了丽娜吧？没错。小伙真实在，说说怎么回事？不说，丽娜跟我就不是一路人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一路人，我记。来了，丽娜，那边怎么样？没什么大问题。老牛，你怎么样啊？没怎么样，等着律师来找我呢。什么情况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也知道你心里其实挺鄙视我的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喜欢我，也谢谢你鄙视我。我喜欢你吗？你是高估了自己的魅力，还是低估了我的品味啊？怎么说话呢？弄得火药味这么浓啊！我知道我面目可憎，其实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。所以人家会更讨厌你。丽娜，我不跟你开玩笑啊，老牛小的时候头真被驴踢过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被驴踢了以后呢，多少有点驴性，所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希望以后我们还能是朋友。不敢当。你差不多行了啊！闭嘴。老牛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喜欢有脾气的男人？你刚才发脾气的时候，其实挺可爱的。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？你说呀，我脑袋被驴踢这个事儿，你能不能不再帮我宣扬？你脑袋被驴踢。老公，接电话呀！老公，接电话呀！你不懂。老公，接电话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医院呢。怎么去医院了？怎么了？牛德林让人给啐了。不会吧？那他伤得重不重啊？没事没事，就点皮外伤。你还没睡呢？
那要不要我去看看他？没事儿，你就别过来了。你要来的话，明天再来吧。啊，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。好吧，那你先照顾他，明天我再会去看他，你帮我跟他问个好。行。哎，拜拜。回去吧。我这不是跟他说吗？我再陪你待会儿。你这话太言不由衷了。我怎么言不由衷了？想回去就回去是吧？新婚燕尔的，我可不敢让小亚在那独守空房，回头再恨我，啊！我俩没你想象的那么……行，主要是你在这儿也不方便，一会儿有人来照顾我啊。谁来啊？我没告诉你我现在有女朋友了吗？哪个女孩瞎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在这儿找理由了啊！要回赶紧回。行吧，那咱就散会。好。少友，你醒了，疼不疼？要不要我给你叫医生？不要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不要。那我给你倒杯水啊。不用了。丽娜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可以啊，你说。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不行，这没人照顾你怎么行啊？那我先走了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何正住的那个病房？这可是玉山粥，我跑到大老远给你买的，这时候正好吃。哎呦，皇上吃的，谢谢啊。跟我客气干嘛呀？你别忘了，我现在可是你女朋友。哎，对，是我女朋友啊。怎么着？你还不乐意啊？这么好的女朋友，你上哪儿找去？没有，非常乐意啊。就是，要知足。知足。好吃吧？好吃。你呀，就晚来了5分钟，知道吧？怎么了？要不你就见着你偶像了。什么？周树明刚来了？对呀，他刚走你就来了呀。怎么这样啊？也不帮我多留一会儿。哎，你孩子，这偶像就是生于想象，死于真相，见了面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啊，保持一点神秘的色彩，挺好的。来， 5分失落，5分失败，10分失望。别失望啊，又不是见不着面。这样，改天我让他请你吃饭行吗？别改天啊，就明天吧。人明天不一定有没有空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明天你一定要帮我约到他。你这不为难我吗？就明天啊！来，姐姐给你喂饭吃，吃饱了赶紧给姐姐落实了。真乖。这粥的味道有点怪。酸吧？郎情妾意的，真甜蜜啊！你哪只啊？这谁啊？他谁啊？丽娜，朵儿。行啊，牛德林，你还真是什么草都敢吃哎！就算我不接受你，你也不能在大街上随便捡一个来凑数吧？有那么饥渴吗？我知道了，原来你就是他说的那女人啊。牛德林，品味够差的。
哪来的小野孩啊？就他这样的，你能看得上他？你懂什么叫美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哪儿美啊？你敢卸了妆跟我比吗？少说两句。丽娜，你要不要坐一会儿？哟，这心情怎么这么差呀？是不是他又惹你生气了呀？你看我就说了，他跟你不合适。你说你这么优秀，又这么漂亮，你干嘛要委屈自己啊？行了吧，牛德林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救世主吗？你管好你自己。我是真心希望你别委屈了自己。你说，就算是他把你娶了，可是他心里面没有你，你能开心吗？我开不开心跟你有关系吗？告诉你，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。我算看出来了，原来你喜欢一有钱的，可人看不上你。刘同学，你不知道这种女人眼里只有钱吗？她懂什么叫爱情吗？还真是猪见一刀子，人见一辈子啊！就他这样的满大街都是，你有什么好嘚瑟的？姐姐，问你几句话，这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，有可能是唐僧；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，有可能是鸟人。所以你呢，一定要擦亮了眼睛，别将来连口剩下的你都吃不上。宁跟明白人打架，不跟傻子说话。再见。你好，我是周淑明。我知道。你来干嘛？我想替我朋友牛德林跟你赔个不是。怕我打击报复啊？那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？你放心吧，背后使阴招这种事儿我干不出来。但是我只是想替我的朋友牛德林表示一下态度。你活得真细致啊！这是做人最起码的礼貌，跟细致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吗？我不管你跟苏小亚有什么过去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现在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是她的丈夫，我不希望别人插手我的生活。你要说什么啊？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每个人都有过去，过去的事，咱就赶紧让它过去。你真的爱苏小亚吗？你真的相信一见钟情吗？过去不相信。我觉得你的一见钟情只不过就是你的一时冲动而已。那等一见钟情、蜜月期存折、美丑胖瘦通通消失以后，我依然可以珍惜的，这就不是冲动，是爱。哼，说的挺漂亮，你做得到吗？我正在做。我回来了。老牛跟谁打架？这大晚上的。何少勇。为什么呀？在酒吧里多喝了点儿，
可能是因为丽娜吧，两个人呛起来就动起手来了。那他们伤得重吗？老牛是一点皮外伤，何少勇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呢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那老牛在哪家医院啊？明天我去看看他吧。在中心医院。那我明天忙完了以后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白天我没事儿，我自己去看吧。好吧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早点睡，我先进去了。周书明，作家，出版过几本小说，但不畅销。最近因为微博婚姻而成了网络红人。我无意成为这样的红人，只是网络把我们的事儿给放大了。你做事冲动，不计后果。你结婚那天才通知你们家人，以至于你婚礼上搞得大家很尴尬。你是处女座吧？怎么应聘还问星座？了解得清楚，以便更好的合作呀。我是水瓶座。哎，但这个好像是我的隐私，这跟应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？这关系大了。我最近正好要做一期关于网恋的专题，你最有发言权了。题目就叫《我的微博婚姻》，怎么样？我相信一定会引起社会关注。我想您误会了，我来这儿是应聘的，是求职的，不是来这儿贩卖我的隐私的。固然我很希望得到这份工作，但我更珍惜我的爱情。这不矛盾啊，这对你和你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啊。我认为这是一种亵渎。你不明白了，现在网络上对你和你妻子有很多的谣传，你正好借我们这个平台辟谣啊。我还是不想在网络上秀我的生活。辟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重复谣言。这件事情上，我想选择沉默。别人怎么想我们，我不在乎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跟我的妻子能够幸福。行，我欣赏你的坚持。我也感谢您的理解。好，你现在去人力资源部办个手续，工作安排我想想再说。好了，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哇，真好！哎呀，你太棒了，嫂子。你喜欢就好啦，以后我每天给你盘啊。哎，我可不敢这么劳烦你，我哥该不高兴啦。你哥最疼的不就是你吗？哪有啊，嫂子你不知道，自从他娶了你以后呀，他对我的事儿可都不大关心了呢，羡慕嫉妒恨哦。哎呀，这玉女掌门人也会羡慕嫉妒恨啊。我这玉女掌门人呀，马上就要去给人家端茶送水、替人跑腿喽。小婉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说，你看，你去的新公司，可千万别让人知道你哥是谁啊。为什么呀？我跟你哥这事儿不是搞得满城风雨的，我是怕你这刚进公司，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。哎呀，没那么严重的，你放心吧。反正你就听嫂子的吧啊。好吧。小亚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在这翻了一上午了。没事儿，妈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啊，慢点啊。哎，护士小姐你好，能帮我查一下牛德林在哪个病房吗？牛德林是吗？对对对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啊。他是昨天晚上进来的。没有这个人。没有？是的。那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那麻烦您帮我查一下何少友在哪个病房吧。何少友，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啊。嘿，你是否还记得当时的我们，在世界尽头追逐。当看到何少勇躺在那里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无动于衷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从来不曾远去，它只是被尘封在某个角落。也许无法从往事中走出的不只是何少勇，还有我自己。总是不停播放着，然而此时此刻陪你唱的不再是我了。亲爱的，这是属于你的歌，我们一起的副歌，少了你的歌词，旋律不再完整。有人说，伤心的人就不应该听慢歌，但是只有这首歌我还记得。亲爱的，这是属于你的歌，我们一起的副歌，少了你的歌词，旋律不再完整。有人说，伤心的人就不应该听慢歌，但是只有这首歌我还记得。亲爱的，这是属于你的歌，我们一起的副歌，少了你的歌词，旋律不再完整。有人说，离开的人就不随便，往前开就行了。但是只有这首歌忘不记了。喂，娜娜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出租车上呢。车上？上哪去啊？我刚去了趟医院。医院？我听说牛德林跟人打架了，我说过来看一眼他呢，结果他都出院了。那你现在是刚从医院出来？对啊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去找你吧。哎，行，你来找我吧。去医院？你是去看牛德林，还是去看何少勇啊？来，坐。哎，怎么样？已经报到了？报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专题版正好缺人，希望你马上进入角色。这么快？好啊。我现在正好有个提案，富二代现在在社会上影响力很大，当然了，好坏参半，有拓展型的，就有败家型的，有炫富型的，也有勤俭型的。我们就做一期我们城市的富二代大揭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但是我不认识富二代。作为记者，这可不是借口啊。我这有些资料，你从中参考。行。咱能不能把题目改成形形色色的富二代？这样的话可以做成专题，而且名字还挺中庸的。行，都依你。张总，来，你就坐这儿。啊。牛德林啊，就在你对面，反正你是他介绍来的，这样你对杂志社熟悉起来也会快一些。来，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生活周刊。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争取不拖组织的后腿。要的就是这种肆意的热情。我们是年轻的周刊，一定要有新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千万不能被规则束缚，要不就出不来好东西了。好，那你就开始工作吧。进来。哇塞，你的房子装的还真有品味哎。有品味有什么用？又不是我的房子，租来的。啊。可是，我看你现在工作干得这么风生水起的，首付一套这样的房子应该不是很难吧？难？怎么不难呢？
你是不知道，看起我是表面风光，其实我是很心酸。你是没车没房子，可是你也没贷款吧？哎，怎么了？我马上也要成为贷款一族了。我妈现在逼着我跟书明买房子呢，书明的工资也就够还个月供吧。我得赶紧去找个工作，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压力。呵，这刚结婚可就护上了哈。你那贷款啊，真不叫贷款。你看看我这个，车子是月供的，这房租、水电、各种物业费，我交都交不过来。娜娜，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车啊，房子也不用住这么好啊，简简单单的不也挺好的吗？干嘛非得把自己搞这么辛苦啊？亲爱的，咱俩不一样。你虽然说从小家里不富裕，可是你也不穷吧？你没有因为穷被别人看不起过。但是我呢，我从小就听的最多的话就是没钱没钱没钱。我每天看着我妈为了柴米油盐在那斤斤计较，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就发誓我以后一定不要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一定要做个有钱人。即使做不成有钱人，我也要嫁个有钱人。可是嫁给有钱人不一定会幸福啊，女人的幸福跟金钱可不成正比啊。亲爱的，你就别跟我扯清高了。嫁给有钱的男人是不一定幸福，可是嫁给没钱的男人那是一定不会幸福的。再说了，爱情跟金钱本来就不矛盾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财情双收啊？是吧？不过可不能只为了钱去嫁一个人啊，得看看他的人品啊、家世啊、为人处事啊、责任感等等等等。那当然，我爱邵勇也不单纯是为了他的钱呢。小牛，出院了吗？哥们儿已经出院了啊。你需要做点什么吗？哎呀，有人照顾我啊，不要过来给我添乱了，替我照顾好苏小丫就行了。反正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我要通知你啊，我跟你已经正式成为同事了，而且我就坐你对面。嗯，好啊。那以后就跟着我混啊，一定要听话懂事儿，听见没？行吧，到时候咱俩一起并肩作战啊。行了，散会。我说你打个电话怎么还那么贫啊？啊，这叫贫吗？这明明是有文化的表现啊！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刚才那电话周书明打的吧？啊，刘德林，我不是让你帮我约他吗？我特别想问你一下啊，当着自己男朋友的面，总提另外一个男人，你觉得你好意思吗？哟，还真敢自称我男朋友，你爱我吗？哎，我正在努力的爱上你。伤心了，我还以为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呢，没想到就你这样的还要努力才能爱上我。现在没意思吧？当真了？你说你要没有那么优秀，我犯得上努力吗？这是在夸你呢，这都听不出来。这话我爱听。还有这样的甜言蜜语吗？尽管招呼过来，本姑娘接得住。嗯，好，让我再努力的想一想啊。切，哎，那我问你，你爱我吗？我也正在努力中。走了啊。就这么走了？我不这么走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嘿，你好意思吗？把一个病人孤零零的扔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？得了吧，就你这一居室，怎么就空荡荡了？什么叫就我这一居室怎么了？一居室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啊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得了吧，算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原谅你。那我真得走啊。就这样吧，这几本书啊，我带走了啊。你不是有吗？可我没签名的呀。您能不能看清楚了？那是人家写给我的。你看德林兄雅正，要不这样，哪天我让他给你写上美女朵、惠纯，怎么样？
拿过来再来交换吧，啊，也给你见我一次的机会。我发现你就是个小奸商。走了，拜拜。散会。哎呀，太可怜了，一个病人也没有人。哎，我喜欢这个哎，我们哪天去这儿吃饭啊？这个餐厅还不错，我去过。真的啊？下次咱俩一块儿去。喂，舒明，我在娜娜家呢，怎么样？你面试顺利吗？顺利的很，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。那现在我去接你，咱们庆祝一下。好啊。哎，舒明说他要过来接我，你要没事跟我们一起吃个饭。我晚点要去看邵勇，但是我们可以一块吃饭。行，那你想去哪儿？御膳粥吧，我顺便给邵勇买点粥。行，喂，那就在御膳粥吧。OK， 一会儿见。娜娜，其实我觉得，女人还是应该自立自强，不一定对物质有那么高的要求，但是可以自己挣自己花，经济、社交、人格三独立，才能不依附于男人，不用担心被抛弃。你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最靠谱的吗？亲爱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，我认为有钱才能让我有安全感。而且人生本来就不完美，想要得到一样东西，必定就要放弃另外一样东西。为了梦想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吗？谁呀？哎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啊？你知道的，我一直很喜欢邵勇，邵勇的妈妈也很喜欢我，只是很可惜，邵勇并不喜欢我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其实邵勇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，我很害怕那个人会跟他走在一起。如果真的是到那时候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我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找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安静的死去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那一天的。那个人都已经结婚了，他们不会有机会在一起了。真的吗？小亚，谢谢你，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，就是有你这个好朋友。走走。邵勇，喂，邵勇。喂，丽娜，你帮我准备点换洗的衣服送到医院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。小亚，你先进去吧，邵勇让我帮他买东西。啊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是来感谢你，感谢你没有把我忘掉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小亚，如果你不牵挂我的话，为什么到医院去看我，还到我的病房去？你不要再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我。我去医院只是去看牛德林的，不过刚好路过你的病房而已。
你不要太自作多情了。你这样对自己不公平，对周淑敏也不公平。你心里爱着一个人，却勉强嫁给一个根本不爱的人，难道你觉得这样道德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爱的是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不爱你了。哎，李哥，干嘛去了？买东西去了。吃个饭还买什么东西？这不是给你的。我老婆呢？卖了。你这样我会跟你急的。干嘛呀？那么认真？看你们俩黏糊劲儿啊！我都相信爱情了。我要让全世界相信我们的爱情。哈，羡慕嫉妒恨。那你就抓紧呗。我觉得老牛不错啊。哎，行了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你怎么这么狠心？难道我们之间所有的感情你全都忘记了吗？是啊，从6年前你消失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没有了。小安，你冷静点，听我。不要再来纠缠我了，淑明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如果让他看见我们在一起的话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小安，你放开我！都点上啦。今天忙吗？还好，工作找的怎么样？还没找到呢。小亚，工作还没落实啊？有想法吗？我是这么想，因为小亚学过设计，又懂策划，如果你们酒店需要人的话，她可以跟你在一起，还能有个互相照应。如果酒店不需要人的话，你的人脉也比较广，帮她介绍一个合适的工作。小亚，你想去我们酒店吗？不用了，我不太喜欢酒店的工作，我还是自己试着找找别的工作吧。你对这个地方又不熟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看在能帮我的份上，你的工作就包在我身上了。我没帮你啊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没做什么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点都不懂？女孩子之间的私房话，你那么八卦干嘛？我去趟厕所。你去厕所干嘛？我觉得我应该去厕所。对啊，你去吧。那我也去一下。哦。干嘛呀？小亚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有怎么回事儿，我都说了，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私房话，你干嘛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？小亚是个好女孩，你可要看紧了，免得被别人抢走。你这话里有话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说，怕你幸福来得太容易了，你不会珍惜。我的幸福来的并不容易，因此我会更加珍惜。那我就放心啦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今天说了半天都像谜语一样，弄得我五迷三道的。行了，日子是用来过的，不是用来猜的。走吧，走吧。
多吃点粥吧。够。领导，我有个事儿也想请你帮忙。说。我们总编呢给我派了一活儿，让我做一个富二代的专访。我也不认识什么富二代，你能帮我介绍几个吗？有特点的。有特点的。我们这个题目就叫形形色色的富二代，反正各种各样，越多越好。行，我帮你打听打听吧。那你现在有人选吗？主编那儿给我介绍了一个，是在一个酒吧里边做酒水推销员。我觉得一个富二代做酒水推销员，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。是吗？还有这种人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朵儿，你认识吗？朵儿？你哪只啊？这谁？他谁啊？李娜，朵儿。不会是他吧？谁呀？没谁，你自己去调查吧。哦。行，谢谢啊，走吧。好。行了，我还赶上午送东西，我就不送你们了。好啊，正好我跟小丫也逛一逛。小丫，你会祝福我吗？当然了，快去吧，他现在很需要你的照顾。亲爱的，希望我们都能获得自己的幸福。一定会的，去吧，加油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对呀。你是不是很不开心？没有啊。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心事重重的？方便告诉我吗？我确实心里有点事儿，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你给我点时间吧。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告诉我，尊重你的选择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，我们都需要相互的了解。我也会给你时间，让你慢慢了解我，喜欢上我。谢谢你的理解啊。我们走吧。稍友，你好，请问这床病人呢？出院了。出院了？对呀。你说说你啊，你说说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叫你擦个玻璃，你说你擦个200年，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，你吃屎都赶不上热的。不是，你还真把这个地方当成你自己家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干那么半天你不累，我还累呢。我不干了。你干嘛？这个猪啊，你整个一个懒猪！你看你这家都脏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着不恶心，我都看着恶心。你觉得恶心可以走啊，没人拦着你啊。干嘛呀？轰我走啊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还就把这当家了。你赶紧起来。你起来！别拉我！不是你把这擦完了，厨房还得擦呢。要干你干，我不干。啊！我干我就干。嘿，我还就不信了，离了你们老爷们儿，地球还就不转了。我干！哎呦，你慢点！哎呦，你小心点，别摔着。哎呦，我擦行了吧？行，不用，我擦行吧？你别逞能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让邻居看着会笑话我的，你听见了没有？
下来，我投降一把。你擦，我擦，你可得给我擦干净了。擦干净。真费劲。老娘们儿，妈的！不是你说这玻璃干干净净，你擦它干什么呀？你今天擦完了，明天不是又脏了？行，你今儿晚上别吃饭啊！吃完一会儿不是你又饿了吗？别偷话干讲！我跟你说，天可以下雨，一下雨不是冲干净了吗？行，歇菜吧你，哪那么多废话，干活。哎，这儿。少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声也不吭就出院了，我去看你还看不着。你伤好全了吗？还疼不疼？肯定没吃饭吧？给你买的粥，快吃。哎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，那你趁热吃了。哎，牛德林出院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不是你朋友吗？怎么一点都不关心他？我跟他又不算太熟，就是周淑明结婚那天才认识的。周小婉，周小婉，来了。何总，您吩咐，这是我工作史上第一个任务，我肯定会出色的完成它。把这些东西给我扔了。啊，这不是丽娜姐她，太可惜了吧？周小婉，我告诉你，你在这里唯一要做的就是听我的命令。明白了。大帅，帮我查一下周淑明的住址，把我的花快递过去，要快啊！玩的开心吗？挺开心的，你呢？那我也不错。哎，要不要再去转转？啊，不要了吧。我带你逛逛胡同。改天吧，今天太累了。好，我也半条命没了。小雅，虽然我们结婚了，可我总觉得隔着你很远很远。而此时，我才真切地感觉到，你就在我身边，真实的在我身边。这娘们儿干活还挺麻利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刚才说什么呢？啊，你说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个屋子我给你收拾了啊，那桌上什么报纸、药啊，你给我收拾好了啊，该放哪儿放哪儿，别扔到哪儿都是。行。
骗子，这个大骗子！哎，阳光是不错，温度也不错，就是风有点大。吹得我像个伟人。真的很不错啊，春天的雪。迷着眼睛了？以后这种天气一定要虚着眼睛走。走吧。哎，你不怕我被吹走啊？没，钱少德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我出来看画布来了。你少蒙老娘！这画布不还有呢吗？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那几张不够画的了。喂，快来，夏亚妈呀！哎，来，吃个苹果。谢谢你，可得好好歇着啊。哎呀，你说我活这么大岁数啊，见过能干的人多了，可就没见过你这么能干的女人呐！瞧您说的，你看看这不收拾的，亮哇青天的，就往这一坐，心都舒坦呐！啊，你说老的小的都懒惯了。妈，奶奶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累了吧？不累。哎呦，这屋，我这收拾的直晃眼，那么干净。怎么样？这是小丫头妈收拾的啊！从你们走后，人家就干啊，一直收拾到现在才住手。你看看吧，这屋数。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。哪能有你啊？要不是小丫头妈，你能这么勤快呀？我今天也干了一天。阿姨，您辛苦了。哎，现在知道我妈厉害了吧？要是干家务能评劳模的话，我妈绝对是国家级劳模，是不妈？死丫头，你就算你妈有本事。我今天亲眼所见。抱歉。爸，妈，您以后多跟阿姨学学，少喝点酒，多出点汗，哎，对身体好。爸爸今天是榜样。没错，您什么时候都榜样？怎么没打根领带？没找着。刚才牵手的奶奶肯定特别高兴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书明，哎，你别介意啊。不，我没有介意啊。我现在虽然还没准备好，但是我会尽快进入状态的。嗨，我呢也有点太着急了，30多年我都等过来了，还差这几天嘛。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那这个事情迟早也会面对的。我会尽一个妻子的义务的。你别这么说啊，这么说，这太难听了。你这感觉像为民族跟国家捐躯一样，我又不是皇军。放心吧，我会等你一切都准备好，然后再动手的。This guy。油嘴滑舌。
调节一下气氛，我也很紧张。本来咱俩这婚姻呢，就挺荒诞的，这拍成电视剧人都不愿意相信。确实需要时间，咱们得慢慢适应。但我跟你说的话，我一定会做的。这条路，我要跟你走到底。妈，你怎么门都没敲就进来了？是是。淑敏啊，你说，你还骗我什么了？我骗您什么了？你老实交代，你车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车呀，妈？别一惊一乍的，怎么了？你说说你啊，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买个车你还是月供的，你说你怎么给我们小丫安全感呀？你到底给我姑娘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把她给迷得五迷三道的。妈，淑明的车是月供的，她早就告诉我了，早就还清了那钱。还清了？当然了，妈，现在月供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你就别大惊小怪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们这个生活真的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哎，有没有觉得我妈已经开始妥协了？等生米煮成熟饭以后，她会更妥协的。为什么？我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咬的我的手哎！哦，你是在开玩笑是吧？累了，跟我工作确实蛮辛苦的。坐。哎呀，你坐吧。你觉得那个男的还应不应该去找那个女的？哦，你是说那件事儿啊？我觉得那得看那个女的是不是还爱那个男的。那个女的让那个男的放弃，她不爱了吗？不知道。可是那个男的受伤了，那个女的还偷偷的去看他。那说明她还放不下他。你是说她还爱着这个男的？嗯，我觉得是。那这个男的应该怎么办呢？只要有爱就没有错。我觉得他应该勇敢的去找回自己的爱。 6年了，能找得回来？时间不是问题，只要有爱。下班吧。我先走了。早点回来啊，少喝点酒。好。小佳，这书明大晚上怎么又往外跑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报社给他安排了任务，出去做采访了。这刚刚结婚，这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冷落你呢。妈，不是您让人家出去找工作的吗？这第一天上班，正想给您表现一下呢，你怎么又埋怨起来了？我不是埋怨，我这不是担心吗？好了，妈，不用担心了，我有点累了，咱们睡吧。小丫，你睡吧，我今儿睡客厅去吧。哎，妈，你睡这儿吧，书明回来让他睡客厅呗。算了，我还是睡客厅去吧，别让人觉得我不懂事儿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
小亚，妈看出来了，你对书明是真的，不是跟妈妈赌气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好好过吧，啊！不管妈以前怎么样，妈都是希望你幸福，你也别怪妈啊。妈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您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。小亚，你真是长大了。既然嫁人了，就好好的做人家媳妇儿。奶奶这个人不错，我还真不怎么担心。就是你公公这个人，我真是没法说的。我一提起他我就生气，我就。妈，好了，书明的爸呀，跟您一样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人挺好的。我相信我们以后都会相处得很好的。是。哎。我喜欢看情场高手表演。你觉得我在表演？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，我们都是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者。你说的太虚了，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来的目的，你会掉头就走吗？这么说你来者不善了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，我会表达我的善意。你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？我乐意奉陪。那行，我给你出一题，说有一孕妇已经生了8个孩子，其中3个是聋子，2个是瞎子，还有1个是弱智。问这个孕妇，等等，你刚才说了6个，还有俩呢。那俩正常，咱就不说了。问这孕妇应不应该把这孩子生下来？玩这种游戏需要酒来助兴吧？咱们喝点什么？那就喝你推销那款吧。你调查过我？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我只是出于好奇心，仅此而已。说说吧，都知道我些什么？朵儿，宏大集团董事长，独生爱女，15岁赴美国留学，去年11月份回来的，不愿意继续出国深造，不愿意进入家族企业做事儿，却非得要当一名酒水推销员。2种身份强烈的反差，2个不愿意，让人匪夷所思。我想知道为什么？你中情局的？请原谅我的冒昧。福尔摩斯看多了吧？我等你回来。奶奶。哎呦，大孙女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累死我了今天。是啊，那么累呢。来，奶奶给捏捏。哎呀，不用。奶奶，哎，嫂子回来啦。嗯。怎么样？今天第1天上班？别提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老板把我训了1天，哎呀，这老板可真不好对付。我以后日子怎么办呢？是。没事儿，你这不第1天上班吗？慢慢来。哎，对了，嫂子啊，我今天看见你们的好朋友丽娜姐了，然后她去给老板送粥，好像老板还不太开心，让我把粥给扔了。哎，对了，奶奶，还有啊，同事们都说我这发型特别酷，特好看。我看看，你看，
是好看呐啊！你要是喜欢，我明天接着跟你说。好呀，好呀。什么好啊？他得起早自个儿说。啊，奶奶，你看嫂子，奶奶现在都偏心眼儿，心疼你不管我了。哼，奶奶，我是自愿的，谁叫我们家小婉这么招人疼呢？是吧？还是回来了。你知道我会回来？当然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也会回来。为什么？好奇心。好吧，你赢了。朋友不论输赢，如果论输赢的话，咱们就没法长久了。我不是你朋友，我也没打算跟你做朋友。我回来只是为了告诉你那个问题的答案。你先别着急，我这儿还有第二个提问。哼。周建国，你不知道我睡客厅啊？怎么了？你有没有点公德心呐？啊，我本来睡眠就不好，你出来能不能不开灯啊？啊，你走了就不能轻点啊？你要觉得不自在的话，你可以回家睡去。这是我的家，啊。就没见过这么没素质的人，简直是气死！现在咱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那个孕妇应该生下来那个孩子吗？一开始我想这个问题就不用考虑了，都生了那么多歪瓜裂枣了，就别再添乱了。可是后来一想，这既然是个问题，那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告诉我答案吧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第一直觉是正常人的选择，堕胎。如果堕胎的话，那么你就杀死了贝多芬，因为那个孕妇就是贝多芬的母亲。很吃惊是吧？所以不要按既定的价值观思考事物，明天之后还是明天，不要妄自下结论。你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不就是对我好奇吗？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当酒水推销员吗？你调查这个做什么？我说过，好奇心。你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想追我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你没戏。那这事儿我就放心了。你很自负。
成醒了？我回来了。怎么还没睡？我不是在等你吗？对不起，以后我一定早点回来。上床睡吧。嗯。来。哎呦你不能再这样玩了你。你怎么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你这样不把自己毁了吗？哼，会不会早就已经被毁了？哎呦你不能再这样玩了你。你怎么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你这样不把自己毁了吗？哼，会不会早就已经被毁了？那女孩子很有意思，家里特别有钱，然后从小又在美国，回来以后呢，就是不想继承他们家里面的这些家业，每天泡在一个酒吧里边。你说这酒吧里面都是什么人，乱七八糟的，跟他搂搂抱抱，他也不反感。我觉得这女孩子肯定是有什么童年阴影，但是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内心很干净，她不是一个坏孩子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睡得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我也不错，就是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松明啊，小亚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小亚，明儿啊，今儿个跟你妈呀出去逛逛去。哎，挑个有特色的地方，咱好好的吃一顿。晚饭就不回来吃了啊。老太太，晚上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还故意要避开我们？你呀，又多想了。你来这些日子，我们也没好好招待你呀，是不是？老太太，言不由衷吧？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还不是为了你啊？哎，周建国，你有完没完呐？怎么老针对我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容忍可是有极限的。怎么又因为我了？你不是要我们马上买一套新房吗？我们上哪儿拿钱去？就是今天晚上特意请人到家里来吃饭，厚着脸皮借呀。你们吃吧，我吃饱了。妈，我看要不然这房就先别买了吧，这不还有地方住呢吗？都说好了，干嘛不买呀？别介啊，还按照原来定的，咱们就那么办了啊。我们呢，一定把你们那个首付钱给凑齐了啊。等以后呢，你们工作了，你们就交那个月供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请问是周淑敏的家吗？是。好，这是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一下。没送错吧？哎，就是您的。谁订的花啊？好漂亮的花啊！哥，你送嫂子的，太浪漫了。不是我送的，我以为是你的呢。啊，不是啊。这儿有卡片。写什么了？爱情不是树荫下的甜言，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语，不是轻绵的眼泪，更不是死硬的强迫，而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心灵沟通。哎，
们小丫这么快在这城市都有粉丝了。哎，小丫，谁送给你的？这个不是送给我的，小婉，这是送给你的吧？啊，不是，哥，不会是送给你的吧？我更没粉丝了，这肯定不是我的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你不要再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我。你这样对自己不公平，对周淑敏也不公平。你心里爱着一个人，却勉强嫁给一个根本不爱的人，难道你觉得这样道德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爱的是你？邵勇，是我给了你错误的暗示吗？我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，你难道还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转机？这样纠缠下去，你、我、舒敏就会陷入往事的漩涡里。或者现在做个了断，对你、对我，都是一种解脱。小亚，花是你送的吗？是啊。在我的生活里，我不想再看到关于你的东西，所以有些东西必须要还给你。小亚，我爱你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的感情早就结束了。放下过去，我们还可以做回朋友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要打扰对方的生活呢？小亚，如果我打扰到你，我跟你抱歉。6年前我已经放弃了，现在我肯定不能再放弃了，否则我会遗憾一辈子的。人生本来就充满了遗憾，你再这么执着下去，只会造就更多的遗憾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放开手。给彼此留一些美好的回忆和念想，不是更好吗？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喂，哥，怎么着？我跟你说件事儿。说呀。我刚才好像看见我嫂子来我们公司了。去你们酒店怎么了？不是，就是我觉得她神神秘秘的。行了，你多操心点自己的事儿，以后不许乱想你嫂子。哎，我先忙着。
周景国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有屁快放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药啊？我跟你说的是真事儿。我也没撒谎啊。你是不是真有病啊？昨晚上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昨晚上什么事儿？你真不知道？你是不是有梦游症啊？你胡说！哎，不是，你昨晚上你拿着菜刀，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不可能！你别吓我啊！我已经好了很长时间都没犯了。再说了，梦游症的人什么样你知道吗？梦游症的人会经常出没在他的仇人的身边，尤其是晚上，拿着菜刀挑西瓜。我是那样吗？我不会是真犯了吧？那你可得小心点了。梦游症的人杀人是不犯法的，知道吧？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，丽娜也介绍了你的情况。可惜现在设计师的位置已经满员了，现在营销部还缺人，要不你先到营销部干一段时间？可以啊，如果您愿意给我机会的话，我当然也愿意尝试了。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那我就把营销部的经理叫过来，你们俩聊聊。哎，好啊。若楠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小雅，我能不能问一问你微博婚姻的事情？你为什么敢和一个没见过面的男人结婚呢？而且还通过微博这样的媒介弄得天下皆知，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？如果有一天，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觉得不幸福了，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？我有选择我自己人生的权利，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而且这个应该不属于领导管辖范围吧？有性格，我喜欢。周建国，出来一下。干嘛？坐。什么话说？哎，你坐下再说。坐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应该签订一个共住合约。共住合约？什么共住合约？你看啊，咱们现在不是住到一块儿了吗？老是这么吵吵闹闹的，我真的觉得太没劲了。哼，苏桂英，这是我这两天认识你之后，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的一句像人话的话。为了和平共处，不再争吵，免得影响孩子们的感情，所以呢，我就拟了个共住条约。你看看，如果没意见，我们就照着这个执行。你看看。共住条约：一、双方互相克制，不准言语伤人。
第二，不准晚上11点后经过客厅，以免影响对方的睡眠。进来。马总，你找我？若兰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苏小亚。你好。早晨起床必须要轻手轻脚，不得制造响声影响他人。第11条，在家必须衣着整齐，不得过于暴露。苏桂英，搞错了没有？这是我的家，我在这地方待了几十年了，我一直这么生活的。你一个不受欢迎的外来者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，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？你以为你谁？周建国，你少跟我提什么这是你家的，我用不着你提醒。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烂地儿呢？你以为我愿意整天看着你这张臭脸？你可以走啊，可以走，没人拦着你。我不走，干嘛呀？你赶我走啊？哦，然后你们觉得我女儿心软，你们好欺负她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苏桂英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我独自把孩子给拉扯大了。我什么事没经历过？魑魅魍魉，什么小鬼我没见过？你脸皮太厚了吧？彼此彼此。哼！原来你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苏小亚小姐呀，在网络上很红嘛。不过时间算起来，你们应该还在新婚期啊，是不幸福吗？怎么会跑到我这儿来找工作呢？我是觉得，女人即使结婚了，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，所以我就来这里了。我想要一份工作，而您这里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那好，刚好这里有个案子没有人负责，亚永酒店的案子被否决了，跟这个客户的员工辞职了。这个案子就交给你来处理了。经理，专业人员的提案都被否决了，我只是一个学设计出身的，这个我恐怕做不了吧。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摆正自己的心态，你已经不再是一个设计师了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营销人员。作为一个营销人员，没有专业不专业，各有各的优势罢了。这是你的第一次工作，第一次机会，第一次考核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，好好把握。但是我只是来实习的，这么大的项目，我恐怕真的接手不了。那就难办了，其他的案子都有专人在负责，只有这个案子还没有被搞定。我就是希望你能够接下这个案子。那请问，亚永酒店那边是谁在负责啊？我需要跟谁对接呢？你不是跟丽娜很熟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思旺服饰新装上市的企划也一并交给你来处理。好的，那我马上收集一下这2个客户的资料，然后尽快做一个方案发给你。我这个人，公私分明，你做得好呢，我当然会在你的业绩上加分。如果做得不好，那麻烦，请你走人。祝你好运了。就是这个事儿，啊，我寻思你们2家吧，最近也挺紧张啊，也正赶上小明呢娶媳妇这个事儿也遇到困难了。你说你们不帮，谁帮啊？是吧？二闺女，你表个态，啊！他可是你的亲侄子，他小时候你是最疼他了。咱们吧，可不能因为别的事儿把他这段婚姻给搅黄了。妈，
这小明结婚，我们掏钱出份子，这也是天经地义。可是，他们的婚姻能靠谱吗？你们寻思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老太太活到这么大岁数，我不会看走眼的。妈，没说您看走眼，也没说人家姑娘要骗谁。我们的意思是说啊，她这婚姻能维持多久？从来没见过面，也没个说媒拉纤的，这没有感情基础，甭说小年轻的了，就我们两口子，时不常的还拌个嘴，吵个架呢。你这人有毛病啊！往咱们俩身上扯什么呀？妈，您看，说着说着就来了。他这网上认识的，要吵个架，那说离不就离了吗？离的，你就会说那句话，刚结婚，你就咒人家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呀还等抱重孙子呢。我是不管你们什么围脖啊、围巾呐。我和你爸没见过面吧？那不也有你们几个吗？家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就看那闺女，挺好的，挺好。那结果，你怎么看这事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他了，他儿子买房子他都掏不出钱，他还好意思说话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钱呢，算我借的，啊，冲我来。妈，您要用钱，您用多少，我们给拿多少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我们不是不给，我们是觉得这婚啊，结的有点不太靠谱。你怎么跟我说起车轱辘话来了啊？哈哈，没事儿的时候就说老太太，用钱说话呀啊！我今儿就告诉你们，老太太要用钱了。啊！你们拿多少？说！妈，这房子啊，如果写那女方的名字，我们有点不太放心。万一这离了婚，这不让人骗套房子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就是啊，妈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没错。对，这网上这事儿多了，我们还得多留个心眼吧。怎么着？你们让人骗过啊？再就是你们骗过别人，哎，我就不信了啊！人家闺女大老远的千里迢迢跑到这儿跟小明结婚，人家是为了骗房子吗？啊？那当妈的能愿意吗？啊？你愿意吗？哎，你能同意吗？哎呀，妈！你别以为你是好人，这天底下都是好人呐！你给我闭嘴！啊，你有多坏就把别人想的多坏啊！你有多好，你得把别人想的更好。行，别说了，我看妈是铁了心了，看上那姑娘了。大哥、二妹，我表个态啊，这小明呢是我亲侄子，也是咱周家的长孙。按说啊，这婚礼啊，应该是风风光光的办，我们呢也应该风风光光的参加。这些话都不说了，我丑话说到前头，这小明离了婚再结婚，我们可什么都不管了啊！说什么话呢？我出10万。行，我们跟老人家一样。哎呀，一家能不能再出5万呢？妈，这钱呢算我借的啊，我的棺材本钱你们就不用出了。行了，你们也忙一天了，怪累的。晚饭在这儿吃。哎呀妈！妈，你坐着我来。我敢打赌，他们这婚宴肯定长不了，最多2、3月，你信不信？搞不好3、2个月都维持不下去。这闪婚的人啊，
大多数结局都是闪离。他们这玩的太火爆了，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，这婚姻太脆弱，你随时都面临着解体呢。没错。打水啊。我很烦恼，非常烦恼。怎么了，老婆大人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。同事们看我都像看怪物，总觉得我们婚姻长不了，每个人都拿这件事儿来说，烦死了。你就算质疑我的人品，也不要质疑我自己的眼光吧。相信自己，相信我们的婚姻会幸福美满，天长地久的。可是我还是很烦恼，我不想被人指指点点，整天议论。老婆，你要知道，五花八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永恒的特色。有人爱财宝，有人爱面子，有人爱美女，有人爱帅哥，也有人什么都不爱，天生爱八卦，纯属个人爱好。收拾好自己的心态，别太在意了。哎呀，名人还真不好当，舆论压力也太大了。放心，我会叫他们闭嘴的。干嘛？你想杀人灭口吗？我要严肃地提醒你，你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不是一个变态杀人狂。不过，我们可以用板砖招呼他们。好吧，我等着你让他们闭嘴哦。人言可畏啊！怎么了？你又在那儿感慨什么呢？小亚今儿去上班，他们同事特别八卦，说我们俩的事儿成不了，因此小亚心里很不爽。我觉得这特别正常。哪儿正哪儿长啊？女人都这样好吗？她们的价值感无法通过工作来满足的话，那就只能通过八卦来证明自己存在。倒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说恋爱本来应该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我们俩这怎么天天就跟作秀一样呢？我这么低调的一个人，暴露的这么彻底。哎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。你要是爱他，这就不是秀；你要是不爱他，那才叫秀呢。你觉得我不真心吗？我再怎么真心，别人都拿这当秀看。我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感受。也是。情况怎么样？情况还好，还和以前一样吧。老头子，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娜娜吗？我是阿姨。晚上到家里吃顿饭。好的，好的，乖，再见。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妈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你要是还心疼妈，就早点结婚生子。事业再成功，没有家庭也不行啊。你就是给我多少钱，让我享多少福。
老光棍我不开心呐，那你就是最大的不孝。各位，请问苏小亚女士在这儿吗？老婆大人，小的特来接你下班。小的在花家私房菜订了一个包房，以庆祝老婆第一天上班。喂，你不是有稿子要赶吗？怎么来这么早啊 So what？ 稿子重要还是老婆重要？我们走。嗯。哎，我的包。小的该死。就那位好心人帮我们关一下电脑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怎么看到没有？这也太浪漫了吧！天哪！哎呀，我要是有这样一个男朋友多好！得了，哎呀，幸福是羡慕出来的吗？是争取出来的。你有这羡慕的功夫，还不赶紧去抓个好男人？我倒是想啊，问题现在哪儿还有好男人呀？嘿，这话说的，就这么一个好男人，还被小亚给占上了。他们现在是刚开始，看好吧，我敢打赌，不超过1个月，哎呀，矛盾就会彻底爆发。不至于吧？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他们这是刚开始，新婚一耳，但是等新鲜感一过，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哎呀，不至于吧？哎呀，但愿不要这样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哎，那我对爱情就真的绝望了。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虽然我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但是他们都那样围着我议论，我还是挺难过的。所以我替你报仇啊。你开心吗？当然啦，你没有看到他们看我那个眼神啊，都羡慕的不行了。啊，不过以后玫瑰花就省了吧，太浪费钱了。那怎么办？换块大葱，你喜欢实在的。那必须的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花家私房菜咱们也不去了，我们就去找个快餐店吃点东西吧。那怎么行呢？咱俩结婚到现在，我没有请过你吃一顿像样的饭，结婚那天你还没吃饱。美女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自我救赎一下。应该救赎的人是我，我都害得奶奶去跟晚辈借钱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去馆子了，要不然真的很有负罪感。你不要有负罪感，咱们再穷，这点生活情趣要有吧？生活情趣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啊，100块钱有100块钱的浪漫，1块钱有1块钱的浪漫啊。我们现在主要要做的是艰苦朴素，赶紧攒钱。老天爷心眼实在是太好了，怎么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七仙女？才知道啊你，赶紧烧高香去吧。不过今天晚上这餐饭一定不能少，因为咱们俩要请咱妈吃啊。哦，原来是想趁机表现一下呀。你好聪明啊！你很狡猾耶。喝汤喽！阿姨，这个汤啊，不仅对身体好，而且对皮肤也好。我用文火炖了2个小时呢，而且一定还要用没下过蛋的小母鸡才行。这城里是根本买不着的，我特地托人从乡下带的，您尝尝。娜娜，你还真有心呢。现在的姑娘有几个会做饭的？味道不错。你这手艺啊，跟酒店的大厨不相上下。阿姨，您过奖了。女孩子嘛，就是要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才行，留得住男人的胃，才能留住男人的心，对吧？对对对。
娜娜，要是你做我的儿媳妇儿，我做梦啊都会笑。少友，您快喝汤，最近辛苦了，好好补补。少友，这是娜娜特意给你煲的汤，味道不错，喝吧。不喝，反胃。我叫你喝你就喝，不是为你好吗？我吃饱了，我先去工作了，不陪你们了。怎么？坐下。妈，你给我坐下。怎么？连跟我吃个饭都不愿意吗？好吧，明天我就回老家，省得你心烦。妈，我是真的有事儿要忙。忙，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？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30多岁了，到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找到，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你要等我死了再找吗？妈，你干嘛又说这个呀？你既然不喜欢这个家，你走吧。阿姨，您别这么想啊。少勇他最近是忙了一些，因为酒店正在拓展嘛，酒店新店马上就要开张了，公司的人都帮不上他，能帮上他的人又少，他确实都得亲力亲为。您以后要是觉得无聊的话，您就找我，我随叫随到。对啊，妈，你没事找丽娜，让她陪你逛街买东西，反正咱也不缺钱，高兴嘛。儿子，你都30多岁了，妈在你这个年龄啊，你都读小学1年级了，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给您找一个满意的媳妇儿回来。满意的媳妇儿，我看丽娜就不错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人长得漂亮，又能干。阿姨，你太过奖了。不但生活上能照顾你，事业上还是你的好帮手。我跟少友是互相帮助，你看，多和谐呀！就这么定了。妈，太草率了吧？吃饭。不管我愿不愿意，你已经是我女婿了。我只想对你说，我这个女儿，我就交给你了。我会像您一样爱护小雅，关心她，照顾她。你要答应我，一辈子不要辜负小雅。阿姨。叫妈吧。妈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你。哎呀，好啦，好不容易吃顿饭，还搞得这么煽情巴拉的，是不是也要我干啦？还有你，你呀，对着淑敏好，知道吗？哟，丈母娘的心这么快就飘到女婿身上去了。行了。我们互相照顾，让老人放心啊！来，妈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您。好，干杯！我小的时候经常来这片儿，说我心底里边最重要的秘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怎么喊都没有人能听得到。苏小雅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苏小雅，我爱你，苏小雅，我爱你！好了。
我爱你。知道了，不要再喊了。你知道吗？爱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。你喝多了吧？我没喝多，我很清醒。小亮，我爱你。这一刻，当我看到你眼中的光芒，我终于可以确信，我们的婚姻不只是一时的疯狂而已。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你，你让我发现另一个自己。也许我给不了你那种富贵荣华的生活，但我承诺我会努力，把我最好的全部都给你。感谢你，苏小雅，你让一个穷小子有了对这个现实世界宣战的勇气。但是只有这首歌我还记得，亲爱的，这是属于你的歌，我们一起的副歌，少了你的歌词，旋律不再完整。有人说，伤心的人就不应该听慢歌，但是只有这首歌我还记得。叫我们天真的模样，笑着刻印在那一张泛黄，为了手指的那个方向，全世界都背在肩上口，渐渐是谁受够了伤，内心在滚烫，都不愿再吵。终于手指套上了结婚，哭着笑着我用力鼓掌，来不及唱着最后一首歌，来不及捉不住的青春没了选择，只剩下释怀的伪装的快乐，来不及让泪遇到最后的人，来不及说那句抱歉我是爱你的，只剩下释怀的伪装的快乐，直到你和爱情早已经陌生，还有那些来不及的。